看了您频道半年，这次提笔给您写信是因为干细胞回春啊，他10多年前经历过。2013年时啊，我因公务接触到了干细胞治疗的资讯。我那时的老板啊是位50来岁的台湾人，他在台湾呢还有一个官方身份，就是一个小国啊，美洲的一个小国，派台湾的那个外交官啊，都是买的啊。他小时候，你没听错啊，不是他是台湾派去小国的外交官，而是相反，他是那个小国派到台湾的外交官，但这个屌人是个台湾人无疑啊，这个懂吧？啊，这个大陆我跟你讲过吧，我当年的那个哥们儿姓刘的那个山东那个青岛那哥们儿，就是个非洲小国派驻中国的大使嘛，特嘚瑟。有外交豁免权，因为他在这边被朱镕基通缉了。他爸是那个山东青岛舰队的副司令，他倒腾车啊，朱镕基抓走私车，把他给通缉了。他跑到南非，过了几年摇身一变，就改了个名，起了个非洲名，就过来当驻华大使了啊。朱镕基那时候下台，胡锦涛上来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在北京开非洲大会啊，来了50个非洲各国的总统，然后这货居然混在非洲总统里边，站在非洲外交官里面跟胡锦涛总书记合影，然后胡锦涛总书记的合影对象里边一半是黑的，一半是黄的啊，这个都是中国这种情况买的身份，因为那些非洲小国没有钱支撑一个驻华大使。驻华大使馆的房租啊、车辆啊，这钱谁出啊？他说我出啊，一年，比如说我一年给你捐个300万人民币，够了啊！因为北京这个驻外使馆那个房租非常便宜啊，因为中国是给他们有援助的嘛，象征性也不行，非洲人连象征性没有，为什么他机票都买不起啊？所以呢，这哥们只要包上总统来中国的机票，搁北京给他买2辆奔驰，然后呢把房租一付，然后装修，国旗一挂，行了，大使就是你了，就这么来的啊！这都是秘密啊！他开大使馆的车，我操，那北京交警不敢管的。台湾看来也是一样啊，这个他小时候跟着某红色集团的蔡董（括弧旺旺集团的蔡董）一起混啊，应该算是跟蔡关系很铁的小老弟儿。当时很多人想拉红色集团做生意，都是通过我老板啊，然后才能见到那边的人。当时一位医学博士跟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找上门来，要谈利用蔡总这个旺旺集团在大陆的3甲医院进行干细胞养生的开发项目，整个项目配套相关投资约莫100亿人民币。具体我在这个信里边不展开谈，直奔其中的主题，就是干细胞回春。干细胞当时这个项目的来源有3大块：注意1胎盘，2骨髓，3脂肪啊，自体的骨髓和自体脂肪。更进一步的说，可以参考我附件的影片链接。当时国际间流行的是到乌克兰去打干细胞回春针，那边用的主要是动物，比如说羊的干细胞，或是人干细胞，就是乌克兰的少女堕胎以后再进行复制7、8次以后的干细胞，因为复制之后冲淡了，效果是有的，但是比那个新鲜的没有复制过的人胎盘的干细胞的效果是差的。而那时候跟我们来谈合作的这个台湾博士用的是自体干细胞，号称是副作用最小，但是排异性最小，但是效果呢是最好的。当初呢，先从小项目合作啊，帮有各种需求的患者进行干细胞治疗，基本上除了已经洗肾的没救以外，其他的都可以借着由干细胞自我修复得到治疗啊，它是一个包治百病的一个模式嘛。所以疗程费用是120万新台币，包含自体脂肪抽取，然后干细胞培养以及注射和术后3个月再来一次回诊补强，打2针。当时我老板用50几万的费用啊，新台币50几万的费用去试打体验。在某个周五的晚上，我老板就南下高雄啊，因为他们的办公室，他们公司在台北，这个干细胞的这个实验室在高雄啊，去高雄接受治疗。第二个星期一啊，就是周6、周日打完了之后，第2周一老板进办公室的样子，把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。他肉眼可见的瘦了一圈啊，消瘦了一圈。本来他是患有糖尿病的，人是很浮肿的，看起来有点像台湾的黑道立委严清标啊，就是那种懂吧？糖尿病肥啊，就是立委严清标。后来星期一啊，人瘦下来，立马可见是回春了，至少有20几岁的，看起来有点像台湾的偶像明道现在的样子。所以这个后边的我就不说了，就是这个可能很多人不会同意他的观点。他的意思就是说，目前的这种用小孩的这种堕胎的干细胞、胚胎干细胞做回春呢，实际上效果不好，不如用自己的脂肪然后培养干细胞啊，因为它没有排异性，而按效果的话是自体的是最好的。而且呢，他说这个技术呢也不难啊，10几年以前就已经有了。那可现在的话呢，肯定是更好了。但是为什么现在是用这么多小孩呢？他怀疑啊，就是咱们这个台湾朋友怀疑，这个跟回春没关系，更多的是一种所谓的邪教的献祭啊，这是他怀疑。但是因为我们那就更没有经验或者更没有证据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念了。下一个，尊敬的王叔您好。这个随着经济的倒退，反贼数量急速增多。是，看过您很多期节目啊，虽然大多是切片，直播从没赶上过，但是从您的视频中学到了很多。我是北方小城市的人啊，出身社会最底层，父母都是打工者，没什么见识，也没有给过我什么关爱和人生的引导。我是靠自己摸爬滚打就这么长起来了。人生经历最多的就是社会的毒打和被骗啊，找工作被骗。有时候想啊，如果我的父亲能像您一样啊，能给下一代的关爱和人生指导，那该多好。所以我经常想起你在节目中说您的子女经常说啊，我可真幸福啊，我心中充满了羡慕啊。但人各有命，而我本身也是基督徒，信神，虽说羡慕别人的生活，但我知道我有我的命啊，我有我自己的经历与修行，我只感恩我所已经拥有的一切。这个成熟啊，健康的身体，贤惠的妻子啊，他现在已经有这样了就好啊，不埋怨不嫉妒，是我应该做到的，没错。
前言说太多，进入正题吧。我因为信基督教，在2009年被公安局抓了。不过我当时才20多岁，警察看我年轻，也没有找到什么实质性的谋反证据，因此并没有给我判刑啊，只是对我进行了行政拘留5天。我知道那是神的保守，虽然没有判刑，但我已被列入黑名单。我现在找工作，无法从派出所开出无犯罪证明。哎，这没道理啊！行政拘留不算刑事犯罪啊，他们必须给你开呀。理由是我曾经从事迷信活动，扰乱社会治安。过活，我是老老实实的在家庭教会聚会，从来没有上街游行。基督徒更不会参加任何政治活动。我不知道所谓扰乱社会治安从何而来，简直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。去年我知道公安局还给我上了边控名单，现在隔三差五打电话骚扰我，我已不堪其扰。我在这个国家没有一点安全感，我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不高兴了上门给我逮捕。那倒可能性不太大，逮捕你可能性不太大，但是就是看着你啊，折磨你。即使我没有犯任何法律，也没有在网上发表过任何言论，但我仍然没有安全感。而且这几年国内经济越来越不好，我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。括弧我之前经人介绍在医院工作，但是工资比较低，因为是外包临时工，感觉没前途啊，就辞职了。看到您在视频里边说过，最底层的人最适合出国，加拿大的蓝领工人都很舒服，我也很想出国，并且非常渴望去加拿大。您的视频让我看到了加拿大的美好，而且我也做了很长时间的功课。你会讲英语吗？现在我有一些问题想向您请教。首先你要有这个想法，你要讲英语啊，你要看六人行啊，英语是个很简单的语言。重庆那个英语老师装川普都装那么快嘛，所以这个中国人学英语有天生的优势啊，因为中国人的汉语的语法和英语语法是一样的，所以这个就是你比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学英语啊要容易得多。我们只不过是记住几个时态啊，单数复数啊，这个汉语没有，别的就是基本上就是一对应就得了啊。所以，尽可能把英语补足，因为你无论到美国还是加拿大，英语是第一重要的啊。出入境管理局告诉我，系统显示我被边控到2026年啊，这个没有意义啊。到2026年，他们电脑一个更新就又给你边控10年啊，就到2036年去了。我不知道到了2026年，我还会不会被继续边控？会啊。看到网上说，因为宗教信仰和政治因素被边控的，基本上没有解除的可能。是的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等2026年再去出入境管理局碰运气了啊，那就不用碰了。如果还不行，是否只剩下走线一条路了？是的啊。2，如果我的边控有幸解除不存在，那就剩下签证问题。您说过到加拿大最好的办法是旅游签转学签，那是我2023年10月份说的啊，现在已经不是了啊，现在已经不能旅游签转学签了啊，再转工签啊不可能了已经啊，因为加拿大的移民政策每年都会变。但是旅游签和学签都需要资金证明，我确实没有钱，手里只有几万人民币的生活费。我尝试在网上找加拿大工作，希望通过此种方式拿到工签。有一些雇主愿意提供 LMIA， 我找过住家保姆，虽然我是男性，但是做饭、带孩子、做家务、清洁工、打扫厕所，样样都行，体力活也行，学习能力也强啊。虽然没有技术，但我愿意学。后来在网上看到有人说，加拿大人一般不会给外国人提供 LMIA 啊，因为手续麻烦，他们更愿意提供给已经入境加拿大的人啊。我们家就提供过一个菲律宾女人啊，做菲佣的。结果那个菲律宾女人到了温哥华就跑了，一天没上我们家上过班啊，因为提供这个担保之后，她的工资会少一半啊，因为这是雇主对你的一种资助，工资就会自然会减一半嘛。就是人家来的时候就撩了，我操，我们家可以举报他，但是我们没举报啊，就算了啊，以后再也不提供 LMIA 了。3，我想通过申请政治庇护，但前提也需要拿到签证。现在有点懵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如果有幸王叔看到这封信，请王叔指点一二。我没有什么钱回报王叔，不过有机会我愿把我爷爷的字画赠给王叔以表感谢。我爷爷是书法爱好者，在本地小有名气。谢谢王叔抽宝贵时间看我这封邮件。附件是截取的公安警察与我的聊天记录，以及我爷爷的书画作品啊。第一呢，恕我直言，你爷爷的书画呢，你就自己留着吧啊，你还有个纪念啊，因为你爷爷的真实的艺术水平啊。大概就相当于这个专业的这个美术学院里边14岁到15岁那个班级里边的中等啊，这个中学生的水平啊，所以呢，你看你送给我，我也拿不出手，那你也失去了爷爷的纪念啊，所以这个事儿啊，咱们主打一个真实，我就不说假话了啊。你爷爷是一个爱好者啊，这是第一。不是我看不上，是这搁谁他也看不上啊。就是这个东西，你的书画作品，它是要么是有精神意义，就像他爷爷那样啊，要么是真的是大家之作。你看这个叫一个爱好者，你跟我又不认识，我要他干什么？好吧，这个咱们就是说实话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呢，我跟你真知灼见，我告诉你现在的移民政策，加拿大啊，美国我不知道，加拿大我告诉你，加拿大现在任何一个移民中介说能给你办这个办那个的，投资移民什么的，你不要信啊，你就基本上不要信，基本上，这个水分都很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加拿大的移民工作啊，因为印度人的事件啊，印度人弄太多了，造假的，现在导致一个加拿大移民部对于无论是签证还是移民，全部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。Yes， 停摆的状态。只有2种情况能够迅速拿到签证啊，2种情况现在能迅速拿到，为什么？正常的都停了。就是现在都是非正常人类研究所了，所以就是非正常能迅速拿到，因为正常的以前这个通道都是正常人排，现在正常人都走了，然后就但疯子来了，那就是马上处理嘛。所以这个什么2种非正常？一，政治避难，政治避难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批啊！政治避难现在巨快，3个月、6个月就拿到。还有一个什么？结婚，这2条现在巨快，因为正常的都不办了，所以政治避难是很快的啊。那美国就更难了，因为美国有川普啊，ICE 很厉害的，所以
你要是你这种情况是正儿八经的政治避难，因为你的这个因为信仰啊，因为这个基督教被公安局就这叫迫害啊！任何人，包括我们中国人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写的清清楚楚，任何人都有信仰自由啊，有宗教信仰的自由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免除恐惧的自由，有信仰自由。但是现在显然啊，因为你有信仰，所以你又有恐惧啊，所以你这个东西就不用说，马上就可以。你就还没有造假，好多人都造假，本来不是基督徒都说自己是基督徒啊，那何况你还是真的。但是呢，你当时公安局给你拘留的那个文件你要有。公安局拘留你文件别扔了，你要是扔的话，你去派出所，你再跟他们要一份去。这个因为你靠微信截图是不行的啊，证据不确凿啊。当年处理你的那些政府的公文，通知你们家的，通知你的，让你签字的，给你那份备份的那个就是证据啊。然后呢，你就想办法出现在加拿大，只要你能出现在加拿大，你就板逼100%能拿到难民身份啊，你的加拿大梦就实现了啊。加拿大的难民审批率是世界最高的，100个差不多80个会批啊，包括做假的啊，所以这比美国高得多。他肯定干了什么事儿了，自己不说。那我觉得应该大概其的就是家庭教会嘛，因为家庭教会真的干他们，这我们都知道啊。家庭教会你只要在家里边传教，派出所绝对管你啊，因为你不是3次教会，你必须是3次爱国教会，你自己在家组织也不行的。王哥啊，求看。附上照片加人生导师加玄学怪事啊，王哥你好，你是我的人生苦海明灯，我是 Leslie 啊，就叫 Leslie， 你叫这名儿你就完蛋了，你张国荣的名儿啊 Leslie 那都是短命啊，你改个名吧。一名85后的国内浙江啊互联网从业者啊，给您写这封信，想表达一份聊聊近况，表达一份积攒已久的感情，工作上啊我就不说了啊，话太多了，生活上我也不说了啊。生活上他来过温哥华啊，当时我是带着10岁的女儿独闯北美，温哥华那种车让人不是出自于规则，而是发自骨子里的礼貌，真的让我特别触动，比美国还要友好啊。那倒是啊，我们这儿人认为美国人入的，还有温哥华的人是真不怕冷，史丹利公园大冬天光着腿跑步的人很多，让我印象深刻。你吃牛肉再加健身，你也可以做得到啊！我就曾经有一段时间可以做到，我吃牛肉加健身，我冬天是穿裤衩的，但是你要穿裤衩，但是你要穿靴子啊，男的要穿一个大靴子啊，皮靴，然后穿裤衩就不冷啊，那个袜子我都不敢说白袜子了，因为现在同性恋太多啊，你穿个靴子，穿个大裤衩，然后穿个白袜子，你在温哥华很舒服啊，不要去成都就行啊，别去成都。思想上这几年啊，经济开倒车，舆论越来越压抑，职场变成了对上如狗，对下如狼，同级如鬼啊，是吗？这么惨吗？再加上我有2个宝贝女儿，移民念头越来越强，我现在正在全力办理一个移民项目，一刻也不想等。如果不成功，我就直接旅游签杀过来啊！那你把刚才我指点你的一些东西准备好啊，旅游签杀过来之后，你就特别便宜啊，特别便宜，好像才15000加币就办下来了。政治庇护啊，15000加币啊，6个月，特别便宜，真的比那个什么投资移民强太多了啊！但是呢，就是你前提是呢，你要是走政治庇护呢，你就不能回中国了啊，你不能回中国，因为你要回中国，理论上来说你在欺诈。因为你完全就没有危险嘛，你拿到了政治庇护枫叶卡，然后你回中国去了，说明你一点没有欺诈。这时候如果有人举报你，加拿大移民部就会把你给撵走。但是他们经常这么干啊，他们都这么干，因为举报的人还是少嘛。